你有沒有發現，這幾年走進親戚朋友家的廚房，瓦斯爐旁邊站着的幾乎都是同一罐東西，深綠色的玻璃瓶，印着看不太懂的意大利文，一罐要價7800塊的初榨橄欖油。很多家庭把用了半輩子的沙拉油丟了，把阿媽留下來的那罐白白的豬油收進櫃子最深的角落，覺得這樣一換，全家人的健康就跟着升級了。你是不是也這樣做？先別急着點頭，因為今天這支影片可能會讓你重新認識你家那罐貴生生的橄欖油。我先丟一個問題給你，你花了大錢買了公認最健康的油，然後呢，你用大火噼里啪啦的炒青菜、煎絲木魚、爆香蒜頭、紅蔥頭，鍋子燒到微微冒煙了，才把菜倒下去。因為長輩都是這樣教的，鍋要夠熱，菜才會有鑊氣，才會香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初榨橄欖油有一個致命的罩門，它根本撐不住台式大火快炒的溫度。當鍋裡的油開始冒煙的那一刻，你花大錢買回來的養生油就已經悄悄變質，變成另一種東西，一種你絕對不會想吃進肚子裡的東西。更諷刺的是什麼？是那罐被我們全家嫌棄了30年，被罵成心血管殺手，被趕出廚房的豬油，在高溫這一關反而是班上的資優生。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難道我們這30年來都搞錯方向啦？今天我會把這件事一次講清楚。什麼油可以大火炒？什麼油只能中小火煎？什麼油碰到熱就毀了，只能用來涼拌？影片的最後，我還要揭曉一個廚房裡真正的隱形殺手，它跟油有關，但它不是油本身。很多媽媽、很多主婦煮了一輩子的飯，天天跟它面對面，卻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。答案我會留到最後，你一定要看完。我們先來搞懂一個關鍵名詞，發煙點。這3個字決定了你家那罐油到底是在養生還是在養癌。什麼是發煙點？講白話一點，每一種油都有它的耐熱極限，就像每個人的體力都有上限一樣。溫度還沒到極限之前，油是安定的，乖乖的。可是，一旦超過那個溫度，油就會開始裂解變質，鍋面冒出一縷一縷淡淡的青煙。那個煙其實就是油在跟你求救，它在告訴你，我已經撐不住了，我開始壞掉了。可惜的是，大部分人看到冒煙，不但不緊張，還很開心，覺得溫度夠了，可以下菜了。油一旦冒煙，鍋子裡會發生什麼事？第一，油脂會裂解，產生醛類化合物跟丙烯醛，這些東西會刺激你的眼睛、喉嚨跟呼吸道。你炒菜炒到一半，被油烟嗆得咳嗽，眼睛流淚，就是他們在作怪。第二，會產生大量自由基，自由基跑進身體裡，會到處攻擊細胞，加速發炎跟老化。醫界普遍認為，長期累積下來，跟慢性發炎、心血管問題都脫不了關係。第三，如果溫度繼續飆高，還可能出現多環芳香烴這一類的物質。研究發現，這一類物質已經被國際機構列為可能的致癌因子。一句話總結，油本身沒有錯，錯的是溫度。同一罐油，低溫的時候是好油，一旦被你燒到冒煙，它就換了一張臉。那台式料理的溫度到底有多高？你可以記幾個數字：涼拌、常溫大概25度上下，水炒、清蒸、燉湯100度左右。因為有水在，溫度衝不上去。用平底鍋煎魚、煎蛋，大概140到180度。而我們台灣人最愛的大火、快炒、爆香、乾煸，鍋子的溫度可以輕鬆衝破200度。如果是夜市那種猛火快炒攤，鐵鍋燒得發亮，溫度更是不得了。所以問題來了，你手上那罐油的發煙點，到底扛不扛得住你家瓦斯爐的火力？下一段，我直接把常見油品的耐熱成績單攤開給你看，有幾個名字，保證讓你嚇一跳。在講排行之前，我先破解一個超級常見的迷思。很多人以為油的好壞是絕對的，好油就是好油，走到哪裡都是好油。錯了，油的世界比較像職場，重點不是誰最優秀，而是誰放對位置。你去菜市場旁邊的雜貨店看看，貨架上10幾種油，葵花油、芥花油、玄米油、調和油，每一罐都把自己講得像仙丹。但瓶身上最重要的那個資訊，發煙點，很多人買了幾十年的油，從來沒有看過一眼。今天看完這支影片，你就是全家最懂油的人。來，
看成績單之前，先講一個大原則，油分成2大類，一類叫未精製油，像初榨橄欖油、冷壓亞麻仁油、冷壓芝麻油，保留了最多的營養素跟香氣，但是天然雜質多，發煙點就低，特別怕熱。另一類叫精製油，經過脫色、脫臭這些加工手續，香氣跟部分營養少了一些，但是變得耐熱，發煙點高。你可以這樣想，未精製油像穿西裝的讀書人，學問好，但你別叫他去工地搬磚。精製油像做粗工的老師傅，學問普通，但是粗活扛得住。好，重點來了，最怕熱的一群，冷壓亞麻仁油，發煙點大概只有100度出頭，連水炒都很勉強。他這輩子的任務就是涼拌，直接淋在菜上吃。再來，就是你最意外的這位初榨橄欖油，發煙點大約落在160到190度之間，看等級跟新鮮度。這是什麼概念？就是小火煎個蛋可能還過得去，但一碰到台式大火快炒，鍋溫直接飆破200度，它必冒煙，必變質。你花7800塊買的頂級好油，大火一開，短短幾十秒就毀了，錢跟營養一起蒸發。中段班未精製的冷壓芝麻油、花生油，大概170到180度上下，適合中小火料理。那耐熱資優班有誰？你可能想不到，被大家看不起的精緻大豆、沙拉油、葵花油、芥花油，發煙點大多落在200到230度之間。米糠油大概230度上下，台灣本土的苦茶油大約220度起跳，精緻酪梨油甚至可以摸到250度以上。而那個被我們嫌棄多年的豬油呢，發煙點大約在190到200度上下，成績中上。而且它還藏了一個隱藏版的優勢，我後面會講，就是這個優勢讓它在反覆高溫的環境下，比很多植物油都還要穩。看到這裡，你應該發現了，貴的油不等於耐熱的油，健康的油不等於萬用的油。初榨橄欖油在營養上是模範生，在耐熱上卻是後段班。沙拉油被大家看不起，耐熱度反而不差。那是不是說橄欖油白買了，錢白花了？不是，完全不是。橄欖油一點問題都沒有，有問題的是我們用它的方式。下一段我告訴你初榨橄欖油真正該待的位置，你會發現它其實一直都被我們放錯地方，就像叫一個鋼琴家去扛瓦斯，怪可惜的。初榨橄欖油真正的舞台，在低溫，第一個用法涼拌。你看地中海地區的人怎麼吃橄欖油？生菜沙拉直接淋，麵包直接沾，他們是把橄欖油當醬料在用，不是當炒菜油在用。橄欖油裡面最珍貴的東西是橄欖多酚跟單元不飽和脂肪酸。研究發現，這些成分對心血管有保護作用，但他們全都怕高溫。你一開大火伺候，多酚最先陣亡，等於花大錢買營養，然後親手把營養燒掉。世界上最冤的消費，大概就是這種。第二個用法，台灣人最實用的，淋在燙青菜上。你在家燙一把地瓜葉，一把菠菜，起鍋之後淋一匙初榨橄欖油，加一點蒜末，一點醬油膏，香氣完全不輸熱炒店，營養還原封不動。第三個用法，低溫水炒，鍋子裡先加2-3匙水，水滾了再下菜，起鍋前補一匙橄欖油拌一拌，全程溫度被水壓在100度左右，油完全不會變質。這招對怕油煙的人特別友善。還有燉湯、煮麵線，起鍋前淋一圈提香，也是同樣的道理。記住一句話就好，初榨橄欖油是用來拌跟淋的，不是用來炒的。這邊順便教你一個炒菜的基本功，4個字：熱鍋冷油。意思是先把空鍋開重火燒個1-2分鐘，讓鍋子熱起來，然後倒油。油下鍋之後不要等，馬上把菜放下去，因為食材一下鍋，溫度立刻被拉低，油根本沒有機會衝到發煙點。老一輩的習慣是冷鍋就倒油，然後開大火，站在旁邊等油冒煙才下菜。那是以前用鐵鍋、油品質不穩定的年代留下來的習慣。放到今天，等於親手把好油逼到變質。從明天開始，改成熱鍋、下油、馬上下菜，3個動作連在一起，你家廚房的油煙至少先少掉一大半。講到這裡，我想起一位68歲的陳大哥，退休老師，3年前健檢報告一片紅字，
膽固醇、血壓都超標，醫師叫他調整飲食。陳大哥非常認真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沙拉油全部丟掉，砸錢買了2大瓶頂級初榨橄欖油，從此天天開大火，用橄欖油炒菜、煎魚、爆香，炒得滿廚房都是煙。他還很得意，覺得煙越大，菜越香，越香越補。結果半年後回診，紅字沒改善多少，人反而常常咳嗽，喉嚨卡卡的。後來他女兒陪他去上了一堂營養課，營養師一聽他的習慣就搖頭，大哥，你買的是好油沒錯，但你天天把它燒到冒煙，好油全變壞油了。你等於花高級油的錢，吃進劣化油的負擔，還免費外加滿廚房的油煙。陳大哥當場愣在那邊，他做夢也沒想到，問題從來不是出在那罐油，是出在他那雙開大火的手。陳大哥的故事是不是也像你家的翻版？好，接下來要講的可能會顛覆你30年的觀念。那罐被趕出家門的豬油，今天我們要正式幫它平反。豬油為什麼被罵了30年？因為它的飽和脂肪比較高，而過去幾十年，大家幾乎把心血管疾病的賬全部算在飽和脂肪頭上，所以從阿公阿嬤那一代香噴噴的豬油拌飯，一路換成沙拉油，再換成橄欖油，豬油就這樣被判了無期徒刑，關進櫥櫃深處。但這些年，醫界跟營養學界慢慢把話講得更公道了，飽和脂肪確實要控制，可是豬油真的沒有大家想的那麼十惡不赦，你知道嗎？豬油裡面其實有將近一半是單元不飽和脂肪酸，對，就是橄欖油最引以為傲的那一種好脂肪，真正的飽和脂肪大約40%左右。更關鍵的是豬油的隱藏優勢，穩定一罐油怕不怕熱？除了看發煙點，還要看它的脂肪酸結構。多元不飽和脂肪酸，也就是大豆油、葵花油的主要成分，結構最脆弱，反復高溫最容易氧化裂變。而飽和脂肪跟單元不飽和脂肪結構穩固，經得起折騰。所以阿嬤那個年代用豬油煎魚、炸排骨，逼出豬油破拌飯，油不容易壞，菜又香。從料理科學的角度來看，阿嬤其實是對的，他只是講不出這套道理而已。有人會說，阿嬤那一代吃豬油吃出一堆病，但你冷靜想想，那個年代的問題是整體吃的油鹽下的重，愛吃醃製物，又完全沒有健檢觀念，把賬全部算在豬油一個人頭上，他真的是被冤枉的。當然，平反歸平反，不是叫你明天開始捧着豬油罐狂吃。醫界的共識還是很清楚，飽和脂肪要適量，尤其是已經有高血脂、心血管疾病的朋友，豬油只能偶爾用，少量用。拿來煎魚、爆香、炒一鍋古早味炒飯可以，拿來當全家唯一的日常用油不行。那有沒有一種油既耐高溫，脂肪酸組成又漂亮？有，而且是台灣土生土長的苦茶油。苦茶油被叫做東方橄欖油，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比例比橄欖油還高，發煙點卻有220度上下，台式熱炒完全扛得住。拿來煎一顆苦茶油蛋，拌一碗麵線，又香又順。它的缺點只有2個：第一，貴好的苦茶油一瓶要上千塊；第二，市面上混充的不少，要認明冷壓初榨、產地來源清楚的品牌，最好選有信譽的老店或小農。講到這裡，你可能開始頭痛了，油這麼多種，價錢差這麼多，到底要買哪一罐才對？別急，答案很簡單，而且一點都不貴。下一段我教你一個1加2罐油的搭配法，把今天講的所有知識變成你明天就能執行的動作。所謂1加2罐油，就是你家廚房最少要有2罐分工不同的油。第一罐耐高溫的戰鬥油，專門負責煎、炒、爆、香。預算夠的選苦茶油或精緻酪梨油，預算普通的精緻米糠油、葵花油其實就很稱職。想吃香一點，偶爾挖1小時豬油煎魚、炒飯也完全可以。第二罐低溫專用的營養油，負責涼拌、淋燙青菜、拌飯拌麵，這個位置就交給初榨橄欖油或是亞麻仁油。一罐管火裡來，一罐管常溫去，各司其職，誰都不委屈。實際場景直接給你看，早上煎荷包蛋開中火，戰鬥油上場，中午燙一盤青菜，起鍋淋一時初榨橄欖油，營養油上場，晚上炒一盤高麗菜，還是戰鬥油。一天下來，
你既吃到了橄欖油完整的營養，又沒有把它燒壞，火裡的工作也有耐熱的油扛着。再送你一個買油的小訣竅，買小瓶，不要貪便宜，買特大桶。油只要一開封，接觸到空氣就開始氧化。一般小家庭一大桶油要吃大半年，吃到後面其實已經走味變質了。小瓶裝2-3個月內用完才是真正的新鮮。順便提醒常外食的朋友，自助餐、夜市的炸物很多用的是反復回鍋的油，油炸久了會變深、變稠，出現油耗味，那種油的裂變程度比你家冒煙的橄欖油還可怕好幾倍。看到炸物外皮顏色特別深，吃起來有一股悶悶的舊油味，就少碰。早餐店的鐵板從清晨開到中午不熄火，油在上面烤一整個早上，蛋餅、培根當然香，但3天2頭這樣吃，負擔會慢慢累積。不是叫你什麼都不能吃，是要你心裡有一把尺，知道自己吃下去的是什麼。好，油的部分講完了，接下來就是我在開頭賣的那個關子，廚房裡真正的隱形殺手。它不是豬油，不是沙拉油，也不是任何一罐油，但它幾十年來天天出現在你家廚房，而且專挑最辛苦的那個人下手。答案揭曉，油煙。對，就是你炒菜的時候彌漫在整個廚房的那一陣煙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台灣的肺癌患者裡面有很高比例的女性一輩子連一根煙都沒抽過。醫界普遍認為廚房油煙就是重要的危險因子之一。你想想看，油一旦燒超過發煙點，裂解出來的醛類、自由基、細小的懸浮微粒全部混在那一陣煙裡面，而掌廚的人就站在鍋子的正上方，臉離油煙最近。一天3餐，1年300多天，一煮就是40年。那已經不只是煮飯了，那是用自己的肺在幫全家人打卡上班。我再講一位林阿姨的故事。55歲，家庭主婦，不抽煙，不喝酒，生活規律得不得了，煮了30幾年的飯，一家老小的胃口都被她養得好好的。前年她陪先生去做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，順便自己也做了一次，報告出來，先生沒事，反而是他的肺裡有幾顆毛玻璃樣的小結節，需要定期追蹤。他坐在診間裡一直問醫師，我又不抽煙，廚房我天天擦得乾乾淨淨，怎麼會是我？醫師只問了他3個問題，你炒菜是不是習慣開大火？是不是等油冒煙才下菜？抽油煙機是不是菜一起鍋就馬上關掉？林阿姨3題全中，她那台抽油煙機油網半年才洗一次，吸力早就落掉了。而且她幾十年來的習慣就是火一關，順手把抽油煙機也關掉。結果最後那一波最濃的油煙全部留在廚房裡，慢慢散進她的肺，也飄進客廳，飄向她抱在手上的孫子。你自己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自我檢測，炒完一頓晚餐，聞一聞自己的頭髮跟衣服，如果整個人像剛從熱炒店走出來，油味重到要馬上洗頭，那就代表你的廚房排煙有問題，油煙沒有被抽走，而是整片罩在你身上。再看看廚房的牆壁跟櫥櫃門，如果摸起來黏黏的，卡了一層黃黃的油垢，那些油垢當初都是飄在空氣中的油煙，牆壁躲不掉，你的肺同樣躲不掉。牆壁還可以用清潔劑刷，肺沒有辦法拆下來洗。這就是為什麼排煙這件事比你想象中重要100倍。所以抽油煙機的正確用法，你今天一定要記起來。第一，先開抽油煙機，再開火，不是聞到煙才想到它。第二，關火之後，讓它繼續運轉3到5分鐘，把殘留在空氣中的油煙抽乾淨再關。這個小動作是對掌廚的人最實在的保護。第三，抽油煙機跟鍋面的距離大約60到70公分，吸力最好。油網至少1-2個月清洗一次，油垢卡滿，吸力直接剩一半。第四，煮飯的時候開一點窗，讓空氣對流，但不要開到強風灌進來，把油煙吹得滿屋子跑。最後再加一個觀念，從源頭減煙才是王道，把大火快炒改成中火熱炒，水炒選對耐熱的油，讓油根本不冒煙，殺手自然就無用武之地。最後送你選油3口訣跟保存3禁忌，之後去賣場直接照着做就行。選油口訣第1條，一看用途，買油之前先想清楚，這罐是要炒的還是要拌的。要炒
挑發煙點高的精製油或苦茶油，要拌挑冷壓初榨的。很多瓶身背面會標示發煙點或建議用途，拿起來翻過去看一下30秒的事。第二條，二看包裝，優先挑深色玻璃瓶，因為光線會加速油的氧化。透明特大塑膠桶裝的，先扣分。第三條，三看標示，成分越單純越好，冷壓、初榨、產地寫得清清楚楚的，比瓶身上印了10種功效的更值得信任。再來是保存關鍵劑。第一劑，油罐放在瓦斯爐旁邊，很多人為了炒菜順手，油就擺在爐子邊，結果每次開火，那罐油都在旁邊被烘烤，等於天天幫它加速變質。請把它收進陰涼的櫥櫃。第二劑，放在窗邊曬太陽，陽光是油的天敵，再好的油曬上幾個禮拜也毀了。第三劑，開封超過3個月還捨不得丟，開封後的油建議3個月內用完。用之前先聞一下，只要出現一股悶悶的，像放很久的花生那種油耗味，不要猶豫，直接淘汰。那罐油已經不是原來的它了。最後，快問快答，回答幾個大家最常問的問題。第一題，氣炸鍋跟烤箱料理，油會不會變質？會，溫度通常在180到200度之間，記得選耐熱的油，薄薄噴一層就好，不用多。第二題，橄欖油到底能不能炒菜？精製過的橄欖油，也就是標示純橄欖油的那一種，發煙點比較高，中火炒可以，初榨的乖乖拿去涼拌淋菜。第三題，聽說椰子油很養生，可以天天吃嗎？椰子油耐熱沒問題，但它的飽和脂肪比豬油還高，醫界一樣建議節制，不要當每天的主力用油。第四題，炸過東西的油可以留着炒菜嗎？最多再用一次，而且要過濾乾淨，只要顏色變深，加熱起泡有異味，整鍋倒掉別心疼，那一點油錢跟你的血管比起來，真的不值一提。第五題，發煙點越高的油是不是就越健康？不是，發煙點只代表耐熱，不代表營養。精製油耐熱，但營養被洗掉不少。初榨油營養滿分，但怕熱。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要2罐油分工，而不是找1罐完美的油，因為完美的油不存在。第六題，油需要放冰箱嗎？大部分的油不用，放陰涼櫥櫃就好，但亞麻仁油這種特別嬌貴的，開封後放冰箱冷藏比較保險，凝固了是正常現象，退冰一下就恢復。今天的重點帶3句話回家就好。第一，發煙點就是油的底線，冒煙就是變質的開始，熱鍋下油不要等冒煙，全程重火更安心。第二，一加2罐油，耐高溫的負責煎炒，初榨橄欖油負責涼拌淋菜，貴的油用對地方才是真正的養生。第三，廚房最大的隱形殺手是油煙，抽油煙機先開後關，多讓它轉5分鐘，這是給家裡掌廚的人最溫柔的保護。你炒菜是大火派還是中火派？阿嬤的豬油，你家還留着嗎？我很想知道。